接着学习左前片，整个左前片需要在下方编织主引图案，图案的编织方法和前面相同。同样，主色线始终横向带线。配色线也是绕几个小线团，整体上进行嵌花编织。对于这一侧，我们也分为1区和2区。1区是编织边起下针，然后往上编织大平针。这一侧需要在对应的行数减针。到了2区，需要进行腋下减针。上方不加不减编织，结尾几行织斜肩。门襟这一侧前面的行数进行加针的引反编织，引反完成后，剩余部分在对应的行数加针。织完门襟位置后，上方就是挖领口。下面我简单演示一下这一侧的引反编织和加针方法。首先用主色线起对应数量的下针，并织完第一行对应的针数。小样没有换线织图案，大家实际从第一行开始就要在对应位置换线编织。第一行是在正面织下针，我已经织好了，剩下的线圈暂不编织，继续织第二行。开头织一个有结的划针，然后继续织上针，将第二行织完。织完后，继续织第三行，先一一对应织下针，一直织完有结的划针位置。完成后，再织对应的针数。这样第三行就织好了。往后一直到第15行，每次在正面编织时，织完有结的划针位置后，都要多织几针。在反面编织时，第一针都是织有结的划针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前15行织完，第15行应该刚好将起针的线圈全部织完。前15行织完后，继续往上编织。这一侧部分行数需要加针，这里是左加针，请看我演示左加针的编织方法。正面剩下2个线圈后，开始织一个左加针，先将这个线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这个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调左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左加针完成，最后再织一个下针。接下来大家对照图纸编织，全部织完后，与后片左肩的线圈进行肩部合并收针，方法与右肩相同。最后用后片预留的长线头，将左前片的1区侧边与后片1区左侧也缝合起来，同样是行与行缝合。到这里，左前片也讲完了。
接下来学习袖子，袖子分为袖边、袖身和袖衫。从下往上依次编织，织完后将袖子侧边缝合起来。请看我演示，先起针织袖边，这里是上下针交替起针，然后片织扭针单螺纹。起针前同样可以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我这里就不预留了。起针时，我们将第一个线圈作为上针，第二针从下针开始起，然后交替起一个上针和一个下针，一直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织第一行。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先织一个下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然后织一个扭针，也就是从后面穿入线圈织下针。这一行接下来就是交替织一个上针和一个扭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二行。第一针织下针，然后织一个上针扭针，从后面穿入线圈织上针，继续交替织一个下针和一个上针扭针，最后一针织上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小样第二行就织好了。接下来大家可以对照下方纹理编织，也就是编织与下方纹理相同的针法。正面第一针始终织下针，然后看到横线织上针，看到扭起来的辫子织下针扭针，正面织完后，在反面第一针也都是织下针，
然后看到横线就织上针扭针，辫子织下针，反面最后一针始终织上针，不算第一针。从正面看，我们将这样一列横线和一列扭针辫子交替的纹理称为扭针单螺纹。数行数时，从这个扭针辫子开始，最下方的这个辫子是起针形成的，一个辫子就是一行，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，因此小样这里就是织了4行。接下来大家对照图纸，将下方这一段扭针单螺纹织完，织完后再往上织2行，也就是织完第15行。这2行反面和正面都是织上针，左侧边上一针，可以始终保持上针纹理，右侧边上一针，可以始终保持下针纹理。前15行织完后，我简单演示一下第16行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织一个挂针，将线绕到右针的上方。接着是一个左上并针，在反面要织上针左上并针。因此，我们再绕一次线，绕到上方，然后从右往左，同时穿过左侧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上针左上并针完成。织挂针相当于加了一针，织并针相当于又减了一针，这样总针数是不变的。继续织一个挂针，这里线原本在上方，我们需要再绕一次，然后织一个上针左上并针，又一个挂针和并针完成。接下来交替织一个挂针和一个上针左上并针。最后织一个上针。现在第16行就讲完了，继续织第17行，边上一针，第一针织下针，然后全部织上针。遇到挂针也是正常编织。第17行完成。接下来第18行，除了第一针，其余也都是继续织上针。第19行，
交替织一个下针和一个上针。从第20行开始，又是编织纽针单螺纹，大家对照图解，将绣边剩余行数织完。绣边织完后，继续织绣身。第1行需要均匀加针。这一行加针时会遇到2种情况。一种，下方是横线纹理，织右加针，像这样挑这个线圈右侧织一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右加针完成。另一种是纽针辫子纹理，织右加针，也是挑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这个线圈织下针。接下来大家对照图纸，将绣身第1行织完，并继续将剩余行数及绣衫都编织完成。绣衫最后一行织完后，在正面将剩下的线圈边织下针边收针，全部收完断线即可。这样袖子的编织就讲完了。袖子织完后，将袖边和袖身的侧边缝合成筒状，这里也是行与行缝合。袖子侧边缝好后，可以先将袖子对折，袖衫中间与肩部拼接位置临时固定，这2个缝合位置临时固定，再将两边再临时固定几个点，然后将袖衫大致均匀地缝到袖笼位置。缝合时方法也和前面相同，都是挑边缘的几根线进行缝合，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接下来需要沿着门襟和底边进行包边，然后在领口挑针织领子，最后制作扣子。注意，这一段是包边，不需要挑针织领子，因此包边的起始位置应该是这个拐角，结束位置是这个拐角。请看我用小织片演示具体的包边方法，大家学会后再编织。首先预留一节长线头用于挑针，线头可以长一点，大概是需要包边长度的3倍，也可以多预留一点，绕成小线团，我这里较短就不绕了。接着从刚刚说明的左侧领口拐角开始挑至下针，注意用预留的长线头来挑。挑针数根据手松紧来定，确保织完后大致平整即可。这一段挑针数大概是30针，也可以根据手松紧增减。这里大概是2行挑1针，下方弧线明显的位置，可以适当多挑针。底边大致是10针对应挑9针，如果不确定，可以挑一段就停下来，然后开始编织。我先挑一段下针，然后回到开始的位置，
用这根线起3针下针，然后织2个下针，接着将这2个线圈并掉，可以像这样同时穿入2个线圈织下针。也可以先以下针方式挑下1针，再织1针下针，然后将前1针盖过后1针。这2种方法选择其中1种就可以。这里我同时穿入2个线圈织下针，接着将这3个线圈转移到左针上，再织2个下针，然后织1个并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重复编织。织一段后，看一下织片是否平整，如果明显针数较多，可以拆掉，重新挑，少挑一点。如果明显针数少了，重新多挑一点。线圈快要织完后，继续用这个长线头往后挑针，如果比较有把握，可以一次性都挑完。如果挑针过程中线不够长，就再取一节，接线挑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挑完后，一直织到剩下3个线圈。
我们边织下针边收针，将线圈收掉。结尾预留5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正常断线。另一个线头顺着纹理藏好即可。这个长线头用于后面钩扣带，这样包边就讲完了。接下来织领子，第一行沿着边缘挑织下针，也就是挑边缘几根线。挑针数参考图纸说明。挑好后，相当于织好了第一行。接着，我用这个小织片讲解剩余行数。开始织第二行，第一针划针，以上针方式挑下，稍微拉紧，然后交替织一个下针和一个上针扭针。最后一针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三行。第一针划针，同样以上针方式挑下，以后划针都要稍微拉紧，不然边缘会比较松散。然后交替织一个上针和一个下针扭针。最后一针织下针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四行。这一行与第二行相同，第一针以上针方式挑下，然后正常编织。最后一针织下针。接着，第五行和第六行结尾都要引反，先织第五行，开始正常编织。一直织到结尾剩下5个线圈。
完成后，剩下的5针不织，继续织第6行。织一个有结的划针，然后正常编织，结尾再预留5针不织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7行，开头织有结的划针，然后织下针，一直织完剩下2个线圈。完成后，织一个左上并针，然后翻面织第8行。往后在反面第1针都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从而使边缘形成大辫子纹理，然后织下针，结尾是上针左上2针并1针的符号，反面织下针左上并针即可。第8行完成，第9行开头以上针方式挑下，同样确保这一侧边缘也都是大辫子纹理。然后对照图纸编织并针和挂针。第9行完成，接下来大家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剩下每一行结尾都要织一个左上并针，开头都要以上针方式挑下1针。全部织完后，需要进行单螺纹收针，第1针挑下，然后织一个上针，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然后变动线的位置，也就是将针取下，放到线的上方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前1针盖过后1针，往后每次都要变换一下线的位置，再收针，也就是刚好下方是扭针辫子，就织上针收针。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下针收针。将所有线圈收完。
完成后正常断线。这样领子也讲完了。接着来看扣子，扣子有2颗，上方这里1颗，右领口这里是扣带，下方这里1颗，右门襟这里是琵琶扣带，分为大小圆片和扣带。左前片这里是蜻蜓装饰，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，请看我演示。首先用包边结束预留的长线头钩扣带，钩针先穿入边缘几根线，将线勾出，然后钩7个锁针，锁针数可以根据情况调整，确保最后扣子可以刚好扣进去。扣带不要太长，接着找到倒数第2个锁针，挑这个锁针上方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椭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，不用拉紧。继续挑锁针上方1根线，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完成后，在边缘挑几根线引拔，然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将线头拉出拉紧，接着用这个线头将扣带另一头缝好，将线头穿上缝针，开始缝合。这样上方扣带就完成了。扣带完成后，在另一侧领口缝一颗珍珠纽扣，可以用这里的主色线进行缝合。接着用对应颜色的线钩织大小圆片。先来学习大圆片的钩织方法，环形起针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。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钩一个长针，
继续在这个线圈中钩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一共钩14个。针数较多，钩几针后可以往右侧移一下，继续钩织。完成后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然后挑起立针上方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也就是这个长针右侧相邻的锁针位置。如果找不准，大致挑2根线钩织即可。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。接着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。拉紧，大圆片就钩好了。起针的线头顺着纹理在反面藏几针。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小圆片，只是小圆片的长针数比大圆片少2针，结尾要预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方法，将小圆片也钩完。2个圆片钩好后，开始钩扣带，起16个锁针。开始的这个结不算1针，需要拉紧。这是第1个锁针。完成后，找到倒数第2个锁针，挑上方2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继续挑左侧锁针上方2根线，钩短针，将剩下的锁针位置全部钩完。完成后，结尾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。短线头顺着纹理在反面藏好即可。
接着将这3个部分缝在一起。首先，用大圆片的长线头将2个圆片缝3到4针连起来。缝合时注意，纹理清晰的一面为正面。接着将扣带尾部重叠一小段缝合起来，也就是洞眼刚好能扣进扣子即可。缝好后，将其固定到小圆片上，大致和这里相对。这样就缝好了。最后将这个整体缝到衣服上，大概位于这个拐角位置，扣带超出边缘1厘米左右，水平摆放，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大家用小圆片上的长线头缝上去即可，尽量不要在正面露出较长的线迹。这样琵琶扣带就讲完了。接着钩蜻蜓装饰第一部分，首先环形起针，然后立2个锁针，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钩一个中长针，可以在这个中长针针目上，也就是右上方这样的2根线，扣一个记号扣做标记。继续在线圈中再钩9个中长针，也就是不算起立针，刚好应该钩10针。
完成后，拉紧起针的线圈，在记号扣位置引拔连接，接着钩蜻蜓翅膀，先钩11个锁针，在第一个锁针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，方便后面找到入针位置。然后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我们同样可以调2根线钩织，大家也可以调1根线钩织。第10个引拔针刚好在记号扣的锁针上钩织，完成后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最后这个引拔针的相同入针位置，也就是记号扣位置，钩一个短针，像这样转过来。继续在左侧3个入针位置，分别钩一个短针。这是刚刚钩织短针的入针位置，这是左侧相邻的入针位置。再钩2针，也就是钩了4个短针。完成后，剩下的6个入针位置一一对应钩中长针。完成后，在最后一个中长针相同入针位置再钩4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从左侧相邻的入针位置开始，一一对应钩
5个中长针和4个短针，也就是和这一侧对称钩织。入针位置和这里的针法入针位置相同。最后一个短针入针位置可能不太好找，大致即可。完成后，下方跳过一个中长针，在这个中长针针目上引拔。这个针目是这里钩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这样就钩好了一个翅膀，继续在左侧相邻的针目引拔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从第2个锁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3个引拔针，挑上方1到2根线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在左侧2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再钩一个翅膀，方法和刚刚这个翅膀相同，我们钩完。大家也可以继续在第1个锁针上扣一个记号扣，方便找到入针位置。完成后，预留4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接着钩第2部分，首先环形起针，然后立一个锁针，在起针的线圈中钩8个短针，可以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做一个标记。完成后，收紧线圈，在第1个针目上引拔，接着
钩一个翅膀，注意这个翅膀的针数较少，钩织方法和第一部分翅膀相同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参考前面的演示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再钩2个引拔针，这里相当于连续钩了3个引拔针，然后再钩一个相同的小翅膀。完成后，在左侧再钩一个引拔针，这里还剩下一个引拔针的针目。接着钩22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挑上方1到2根线钩短针，全部钩完后，在这个引拔针上挑2根线引拔连接。结尾预留6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。第2部分就钩好了。接着用第一部分的长线头将2个部分缝几针连起来，连好后重新取一节零线，将这个整体大致缝几针，临时固定在前片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将衣服平铺好，右门襟在上，蜻蜓装饰与这里大致齐平，尾巴往下弯一个弧线。临时固定好后，继续用第一部分的长线头将其固定在衣服上。可以先缝好这个翅膀，然后缝头部。头部这里可以预留一点不缝，将线过渡到顶端，缝上一颗珍珠纽扣，再继续缝剩下的部分，然后用第2部分的长线头也缝好第2部分。全部缝好后，将临时固定的线剪断抽出即可。这样扣子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